嗨，大家好。现在呢，我在南湖景区停车场。刚刚呢，已经在边上的一个貌似老餐馆里头吃了一餐饭啊。现在呢，就打算顺着这个南湖呢，去围湖转一圈。停车场周围呢有不少商家啊，以餐馆为主，满足游客的需要。这边呢就是停车场的入口，里面呢就有这个南湖游客服务中心，各方面设施呢还是相当的齐全啊。我从海盐塘路啊这边骑过马路，对面呢就是南湖公园啊，应该是一个公园的入口了。我就打算啊从这里呢作为一个起点，骑车呢沿着南湖骑行一圈啊。这边呢就是南湖的一个入口了，因为车不让进啊，那我们就只能是在外围骑行一圈。所以呢，兵分两路啊，我太太呢就准备进这个公园里面去参观一下，因为这边呢是我们第二次来了啊，难得来一次。我呢自行车不让进。所以呢，我就沿着南湖边上的马路啊，大概呢就围着这个南湖来骑行一圈。这个里面呢就是南湖景区了啊，这边呢理论上应该都是可以进到这个湖边来观览的，但是呢这边采用一个花墙啊，就把这条湖边的小道呢分割了开来，所以我只能在这边呢停下我的步伐，来远远的透过这个桥柱啊，往南湖里面来观览一番。突然发现啊，这边其实有个小口可以进来的啊。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南湖了，看来还是有不少游人在这个南湖里面啊。南湖呢，应该不算大，但是也不小。我刚才看了一下地图，如果围着南湖走一圈的话呢，大概有5-6公里。但是呢，我是骑行啊，可能要绕的路更多一点，但是呢也没有关系啊。好，我现在呢就从这座南湖边上的桥开始，我在南湖环湖的骑行。刚才看到这座桥的名字叫韶园桥。勺子的勺啊，园林的园，这么一座桥。这个里面呢，行人都可以走啊，但是它不让单车通行。当然，我们也就入乡随俗啊，
不要去挑战它的规定了。过了韶园桥，这边就有个叫韶园的地方啊，所以这个桥呢，可能是跟这个湖边的小园林它是连在一块的啊。这边呢是一个汽车的停车场，但是显然啊，这边也是不让单车进来的。看见保安远远就冲我在那里招呼啊，自行车不能进来。好，我又回到了骑行道上来骑行。我记得几年以前啊，曾经来过南湖，可能应该也是一个过节的假期吧。来到南湖这边呢，就发现人潮涌动啊，根本没有路可以进，而且呢，根本也停不到车，所以呢，我就开车围着南湖曾经转过一圈，最后呢，在南湖的另一侧找到了一个停车的地方，沿着湖边呢，稍稍也走了几步。看看我今天能不能找到那个地方啊？现在看来呢，这个南湖这边啊有好多的停车场，因为呢，南湖这边呢是共产党啊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半程的开会地方，前半程呢是在上海黄陂南路信义路那边啊，就是现在的淮海路黄陂南路新天地那里。后来呢，因为据说有危险，就转到了这边。这边呢就有一个纪念馆，叫嘉兴革命烈士陈列馆啊。这边呢还做了一个英雄园，应该是嘉兴革命烈士的陵园。现在我骑行的这条马路呢，叫南溪西路，会经过很多桥梁。通过这些桥的护栏呢，就可以看到南湖里面啊。经过了一条鸳湖路，鸳鸯的鸳啊，继续往前骑行。感觉呢，这边应该已经离开了南湖的主体的水域了，但是呢，还是有一些散在的小湖。哦，前面还通火车呢，绿皮火车。
无意当中呢，就来到了一个曹皇庙啊，这里有一个庙。骑过了铁道线，现在呢继续向梅湾街东区方向骑行。其实我已经搞不清楚哪是哪了，只是感觉呢前方有座桥，左手边呢有一个很大的湖啊，不知道是不是跟右手边这个南湖是连在一块的。湖边呢有一排古色古香的老房子。左手边有沈钧儒故居，还有一些其他人的一些故居啊，都是一些名人的故居。现在呢，已经来到了环城南路啊，我就打算在这边呢右拐入到环城南路的骑行道上。感觉围着南湖啊，在骑行道上骑行一圈也是相当不错的。这边的绿树成荫啊，也有很多的类似湖边的观景的，像这种长廊。可以在这边呢稍稍的歇一歇，观景。我就停下我的单车，看看这条应该是河吧，这样的一个河畔的风光。这边呢有一座塔，还有一座桥可以过去啊。你看这个湖边有这样的一个长廊啊，那也是一个亭子，叫丽亭，感觉是不错的一个地方。有一幅简单的对联啊，5个字：烟长桥月里，塔隐玉波中，就很有这种意境啊。好，那我们呢继续沿着环城路啊骑行。就在这个观景的长廊对面有个沙龙国际宾馆。
这条路呢叫紫阳路啊，有一座桥，但是我觉得我应该继续往前骑行一段啊。环城南路紫阳街一个巴士站。这边呢有府前街啊，那想必呢以前就是嘉兴的县政府，就是清朝时代的衙门啊。这边感觉是不是更好？在湖边可以坐着啊晒太阳。河里头呢还有几艘运输的船，也可能是游船吧。我这感觉相当不错啊，正好有路，我们就骑下去看一看。你看这个河里的游船很漂亮啊，可惜我们没那么多时间啊，在这边消磨，所以这个游船呢我们就不坐了。我太太呢，她进到了这个旅游区里面啊，公园里面。等一会儿呢，我们会合，在车上再听听她说说她在旅游区里面观光的心得。春天还没有到啊，杨柳树还没有发芽，再过2个月，我估计这边就是嫩绿的柳枝就会在这个河边啊舞动，那是初春的最美的景象。这边呢，我又看到又有一个建筑物啊，应该也是一个休息的长廊，但是呢，非常的古色古香，所以我还是从这边呢找到我的骑行路啊，继续骑行。骑行在南湖的公园的外围，这边的沿街呢建了很多的这些供游人休闲的长廊啊，感觉还是相当的不错，有一种迷你西湖的感觉啊。这边呢有一个桥，看看是不是可以过到里面呢？想必是不行的啊！你看，里面有铁丝网的这些栅栏。
原来这是一条铁道，就是刚刚过火车的地方。但是这边呢也有一条骑行道，可以沿着铁路边，同时也是沿着这个河边啊骑一段，这感觉还是不错的呀。哎，还赶得巧了，正好一个火车来到了这边。和谐号的老车头啊，拉着一个绿皮火车，应该是从杭州到上海的吧？不对，齐齐哈尔到杭州的这么一个火车，还挺长。好久没有近距离的看这些客运的绿皮火车了，稍稍的等一等，看一会儿。好，火车已经过去了。这个大概。对面是文华园，相信也是一个酒店啊。刚刚就从这条小路骑过来的，就在一条铁路的边上啊。我看这边还有一条路，我继续顺这条路往前走一段。上面就是走铁路的铁路桥，我从它下面穿过啊，看看能骑到哪就算哪了。哦，又是一个小地道。这种感觉好像已经到了景区里面了，好像。已经无路可走。但是呢，这里好像是我前些年来的一个停车点吧。左手边呢就是南湖边上啊，但是呢，这个并不是在公园里面。没错了，小瀛洲停车场。看看马路对面是不是有一个下湖边的台阶啊？来看一看。是有一个这样的台阶可以去到湖边啊。我们在这边去散散步。这里呢，就是上一次啊，我来南湖，因为那个正门实在是人太多进不去了，结果呢就停到刚刚的小瀛洲停车场，到这边呢来闲逛了一圈，
这边其实望过去啊，我觉得更为开阔啊，更适合散步，但是它却不在公园里面，我觉得倒是一个可以随意走一走的地方。看看这个湖里的水草，这个湖水非常干净清澈，可以看到这些湖里的水草啊。这是从南湖啊另外一侧来看看这个湖面，我觉得这里更适合附近的居民到这边来散步啊。好，我们推着车走一走。看来呢，这边也有一些小游艇的码头，很多人呢在这边上船呢，游览南湖。但是我看到那些有更现代化的游船啊，你看是玻璃造的一个游船，更适合观景，整个湖面啊这些风景一览无余。这样的小艇啊，2个人租用这样的小艇，你看啊，是用脚踩的往前走，可以慢慢的在湖里面荡漾啊。看有孩子的家庭啊，大家非常愿意来租用这样的小艇到湖里头去探探险啊，看更多的风景。这边有一个游船的售票亭，我们来看看这里的费用如何啊？租用一个小艇，80块钱一个艇，脚踏轮呢，就是刚刚看到是60，一共是半小时。还有一种是电瓶船，估计自己会开的啊，是60块钱半个小时，人数呢有限啊，2个人或者4个人，大概是这样。这边码头上面，码头边啊，这边有一些景点啊，五象祠，就是应该是伍子胥吧，好古塔码头、揽秀园、文字书碑院、昌盛祠、小瀛洲码头，还有一些景点在前面啊，我们往前走一走。顺便在这边呢，还是再看看这个湖景。这边呢就是小瀛洲了啊。小瀛洲位于南湖东北岸，与湖心岛南北相望。此岛为清康熙年间疏浚适河所倾淤泥堆积而成，初为渔民晒网之地，之后逐渐成为游览胜处。岛上有昌盛祠、五礁石、荷花池等景点，很古色古香的一个游览地啊。看看这边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所在呢？文字书碑院，这不错啊，讲的汉字的起源啊。
神农结绳说、伏羲八卦说、仓颉造字说，还有其他起源。马家浜文化应该是良渚文化吧。殷墟甲骨文，甲骨文发现的一段经历史啊。这个就是绳结啊，说神农氏就是靠这个节来计时啊，计日。在这个文字书碑院的对面呢，应该就是小瀛洲啊。清朝康熙年间挖了这个河啊，有很多的淤泥呢，就被利用起来，堆积成了一个小岛。慢慢的呢，就变成了一个名胜小瀛洲。我曾有幸去过中南海里面啊，那个里面呢就有一个瀛洲，也像这样有一条路进到里面。那个瀛洲呢，据说是光绪皇帝在这边被幽禁的地方。这个小瀛洲呢，跟这个有点像也是通过一座小桥，然后呢进到这个里面啊。这个门很漂亮，一个圆形的一个门，小烟雨楼昌圣祠，可能就是纪念仓颉造字的一个地方。里头呢有一块石头很有名，叫五礁石啊。好，我们到里面也去溜达一下啊。昌圣祠就是为了纪念创造汉字的这位圣人。其实我相信，并非仓颉一个人想出来的，他应该把前人的很多的字慢慢整理。这有点像秦朝统一中国文字、统一中国亮度大概是一个意思所以应该是一个集体的智慧。哦，这个里面还不小呢，一直呢升到了南湖的里面这可能就是仓颉的塑像凭想象的一个古人的塑像。这就是昌圣祠。这边呢，就离南湖深处更近了一步。你看这里有好多的长椅，可以让大家走累了坐一坐，看看湖光波影没有山，所以不是山色。对面的古塔，后来仿造的那种低矮的古色古香的房子湖里有很多人在那边用脚踩着小人。这边呢不用买票，
而且呢也没有人管啊，能不能骑车。但我看见就是我一个人推着自行车进来，所以我们也不要坏了规矩。你慢慢的搞。让游人呢休息的地方还是挺多，但是我这边发现了一棵树啊，有点特色。你看这棵树啊，完全就是倒向湖里面去了啊，但是它的枝叶呢，照样是向上迎着阳光的。这边呢已经到了这个小瀛洲的尽头了，对面呢我现在就是湖心岛啊，像杭州西湖里面的三潭映月，这很像西湖啊，就是小类号而已。很美的感觉吧，又有一艘游船驶向这边了。这边呢其实就是码头了，你看这个台阶，这个水非常的清澈。看到一艘游船缓缓驶来。今天我们在游客服务中心附近的一个餐馆吃饭时候啊，就看到他们呢自诩为他们的菜呢就是叫船菜啊。那我的理解呢，就是以前的人呢到湖上坐船游览的时候呢，就摆宴船上，一边观湖看景，一边呢海阔天空，甚至有些文人骚客可能还在那边吟诗唱对啊，留下一些妙句。所以呢，这边很多的餐馆啊都有船菜啊，可能就是传承的以前在湖上泛舟时大家边饮边吃的这种菜肴。所以今天还是很幸运啊，虽然没有进到南湖里面，但是呢能够在这个小瀛洲这座小岛上面漫步一圈啊，因为我是推着我的单车走的。
走出这座小烟雨楼的小门楼，告别昌盛祠啊，继续回到南湖外围的道路上。这边呢有一座小桥，就是刚刚进来的地方，也是曲曲弯弯啊，像极了九曲桥。所以中国人呢是含蓄啊，很有文艺范的啊。像这样的小桥，如果做直了，就是一座走路的小桥；但是通过把它曲折成为一座曲桥啊，意境立马就不同。所以在方寸之间呢，就可以曲径通幽啊。好，现在呢，通往小瀛洲前面的这个桥上的亭子啊，这也是很多地方啊都有这样的古桥，上面的都建有一个遮风挡雨的雨亭。这种建筑风格呢，就跟这个水岸的风景啊很搭。我们来看一看啊，在这座桥上，在这个凉亭之下，再来观望一下右侧的小瀛洲和这个河道里面来来往往的游船。好了，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该回到停车地方去了。这座桥呢就叫瀛洲桥啊，这个我相信应该是后建的啊，但是呢很美。现在我从桥上往下骑，看能不能回到骑行道上去啊。里面不让骑的哦，不能骑是吧？我推着可以吗？这边呢叫鸳湖里弄，鸳鸯的鸳啊，也是一个很美的名字，很文艺的名字啊。应该就是南湖天地啊。保安说不让骑车，但我说推行他也没有反对啊，还算不错。那我们就在里面呢推行一圈保留下来的啊，修旧如旧的一些老式的房子。这个房子呢已经不完全是中式的了啊，应该中西合璧的房子了。这边呢是鸳湖旅社，有20-30年代那种韵味在里面。前面特地放了一个黄包车。这个地方呢应该就是一个新天地一样的商业地带，但是呢也做得不错啊，完全呢就是老的建筑，老的味道就在
南湖边上啊，就有点像西湖天地啊。这西湖天地边上也是有这样的一片商业建筑、商业街区啊。这边呢就可以更清水，对面呢就是湖心岛了。虽然今天断断续续没有怎么骑行，只是推着车走了一圈，但是呢也相当不错啊。这边呢有个老的牌坊，应该也是码头，上面有南湖2个字啊。其实这边呢是一个码头，我看啊，正好有人呢坐着这些古色古香的游船上岸。这艘船还有个名字叫南湖水上课堂，是不是有人在上面呢专门讲解这个南湖的历史啊？看来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地方。这边也有一个小的南湖游客中心。如果坐船呢，有好几条线路啊，一共有3条线路，最贵的98，最便宜的20，有专门到湖心岛去游览的这个游船。这边呢就是南湖天地嘉兴。挺不错的一片新旧结合的区域。刚刚那个渡船的码头呢叫老渡口啊，这里面也挺大的呀。以前呢，这边是嘉兴的绢纺厂老厂房群，通过一些改造呢，就变成了南湖天地啊这一片地方了，感觉还是挺美的。你看啊，这一个建筑群非常现代休闲啊，有星巴克啊，这感觉真的不错啊。虽然呢也都是一些餐馆和饮料店啊，但是呢这里的这种感觉还是不错的，比今天去到的嘉善乐里啊那是天壤之别。这边的这个商业氛围感觉就很好，虽然呢也有很多店啊也是关着门的。这片南湖天地还是挺大的啊。
我觉得走起来太慢啊，所以我还是骑着车稍稍的闲逛一下，有些文化气息的这么一个商业天地。还是相当开阔的一片商业地带啊！这边有一个红色的雕塑。可以看到啊，这些房子原本应该都是一些厂房、仓库啊，拆掉了一部分，改建了一部分，反而很有味道啊。看来这边呢是一个大家游客的集散地啊，很多人在这边休闲闲坐。这片地方还是很美啊。就那个银店公寓，就在那儿住了。归根结底就是她婆婆不放心她，没有把家里。现在呢，我从南湖天地这片商业区呢，向南湖旅游区的大门那边骑行。刚刚取下摄像机啊，看了一下，看来很帮忙，电池还没用完啊，大概还有20%左右的电。但我知道它有时候断起来呢，就立马就断啊。已经骑行慢行了1个来小时了啊，觉得今天在南湖应该是不虚此行，非常开心的一段冬日阳光下的骑行。
现在我就顺着公园边上清水的道路啊，一边骑行，一边呢跟大家打一声招呼。我就在这边呢结束我今天在南湖的骑行和行走慢聊。希望啊有闲情逸致的朋友呢，就利用过节后相对比较没有那么多人的时候呢，到一些以前想去啊但一直没有时间去的景点呢去游览走走看看啊。那我就在这边呢跟大家说一声拜拜，谢谢大家的观赏。请没有订阅我的朋友呢，务请订阅我的频道，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跟随我的镜头和欣赏不断推出的新的视频，欣赏更多的风景。谢谢大家的观赏和订阅，再见，拜拜。